24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于12月1号访问中国，并与习近平主席会面。米歇尔表示，我们会谈到全球挑战以及共同利益。米歇尔的发言人还补充说，在地缘政治和经济环境紧张的情况下，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对中国和欧盟而言是个能适时接触的机会。在中国外交部24号的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回应了这一消息。中方将适时发布消息。欧洲理事会是欧盟最高决策机构，由成员国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及欧洲理事会主席、欧盟委员会主席组成。欧洲理事会设主席一职，任期2年半，可连任一届。现任主席为比利时前首相夏尔·米歇尔，他2019年12月1号就任，2022年3月24号获得连任，任期至2024年11月30号。米歇尔曾在2016年以比利时首相的身份访华。中共20大后11月4号，舒尔茨率先率企业家代表团访华，之后在出席印尼巴厘岛 G20 峰会和泰国曼谷 APEC 会议期间，多位欧盟国家领导人都与习近平主席进行了面对面的会晤会见，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荷兰首相吕特、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深圳卫视注意到，作为欧洲理事会主席的米歇尔也出席了 G20 峰会，不过当时他并未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面。但米歇尔本人表达了与中国国家领导人见面的高度意愿。11月15号，他在巴厘岛对记者说，欧盟愿意与中国接触，但他也说需要重新评估欧盟与中国的关系，以及避免欧盟在创新领域过度依赖中国。米歇尔的复杂心态与欧洲领导层方面顺承美方施加的一贯压力有关，但相较之前，明显已经在意识形态方面弱化不少，而是更聚焦与经济等欧洲利益攸关的议题。英国金融时报注意到，近期欧洲国家表现出美国针对中国半导体产业的打压的强烈不满，而这些欧洲企业的美国业务面临最高达40%的利润下滑，因此欧洲芯片巨头们正试图稳定在华业务。在近日举行的2022年慕尼黑国际电子展上，意法半导体、英飞凌、恩智浦等半导体公司的 CEO 们纷纷主动对媒体表示，全球半导体供应链越来越复杂和不稳定，因此留在中国就显得相当重要。总部位于荷兰的恩智浦公司 CEO 西弗斯表示，美国无休止的出口管制给公司带来了巨大麻烦。意法半导体 CEO 直接指出，中国市场占据该公司营收的30%，这是一块不能放弃的市场。在半导体产业至为关键的光刻机上，全球最强的光刻机制造商荷兰阿斯麦也获得了该国政府的背书。22号，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施赖纳马赫尔表示，在向中国出售芯片设备的问题上，荷兰将捍卫本国的经济利益。美国彭博社以美国呼吁禁止向中国出售更多芯片设备，荷兰抵制为题，报道荷兰政府这一最新表态。报道评论说，荷兰高级官员的这一表态再度表明，荷兰不愿顺从华盛顿切断中国半导体技术供应的企图。深圳卫视注意到，6月下旬召开的七国集团峰会前一天，米歇尔在发布会上表示，在粮食、能源，尤其是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角色至关重要。中欧关系的主旋律依然是合作共赢。We have a clear vision on the EU side. We think that there are three important elements in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e think that it is needed to rebalance the economic relationships with China. On the one hand, the EU is extremely open. We provide access to our single market. On the other hand, we can observe that there is a lack of reciprocity. And that's why we think it is important to engage with China, to be speaking terms with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可以关注到的是，欧方对于中方的这种刚需，也就是说，希望通过与中方来进行交流，来服务于欧方的目的。欧洲不能够离开中国，更不能与中国之间来阻断联系。当美国不断的带节奏的时候，要求欧洲以价值观、意识形态划线来搞集团政治的时候，某种程度也在对欧洲进行绑架。但是不管怎么样，尽管有很多的杂音，在沟通的过程当中，本身就是一个增信释疑的过程。所以在高层互动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到的是，这是双方避免误判，同时寻找合作契机的一个过程。中方当然愿意与欧洲相向而行，那从欧方的角度来说，在与中方进行互动的过程当中，在更加了解中国的过程当中，也会在看清中国的基础之上，希望与中国来进一步的深化关系。这两天欧美媒体也都在爆料，欧洲理事会主席将在下周访华，您对此如何前瞻呢？欧美媒体集中爆料的这个米歇尔访华日程可以说非常具体，就在12月1号。而且呢，正如此前德国总理舒尔茨的访华
一样也是一天的行程。昨天彭博社记者在外交部记者会上就此提问，发言人毛宁并没有否认，称中方将会适时发布消息。那么这也意味着欧洲理事会主席下周访华是大概率事件。那么虽然没有获得毛宁的确认，但是彭博社昨天的报道呢，就特别以此作为标题说 EU's Michel to meet Xi as Europe forges own path on China。 欧洲在形塑自身对华政策道路之际，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将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晤。必须要强调，米歇尔此次访华如果成行，那么他是在欧盟两驾马车，也就是法德领导人先后访华，或者是与中国最高领导人会见之后进行的。所谓外交自主，或者说是外交独立性，一直是中方对欧洲的特别期待。中国元首无论在北京会见来访的德国总理朔尔茨，或者是在巴厘岛面晤法国总统马克龙，他都在反复强调这一主题。习近平对朔尔茨表示，要坚持中欧关系不针对、不依附，也不受制于第三方。他也向马克龙强调，希望法方推动欧盟继续奉行独立和积极的对华政策。那么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欧盟理事会主席的访华行程，包括可能的高层会晤，被赋予了特别的意涵与关注。需要强调的是，接下来大国领导人的行程很忙。昨天中国驻迪拜总领事向当地媒体确认，首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峰会将于12月上旬在沙特召开。今天多家外媒记者就此向毛宁提问，所以这也预示着接下来大国全方位外交的这个舞台将会一如既往的精彩。好的，谢谢管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实际上，近年美国乃至全球经济陷入困境，但数据显示，2021年有58%的美在华企业营收实现增长。中国仍然是60%的企业近期全球投资计划的前3大投资目的地之一。这显示在华利润已经成为许多跨国企业的利润压舱石。11月中旬，代表280余家主要在华美企利益的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艾伦率团来华进行3周的密集拜访行程。艾伦表示，中国是美国38个州的前3大海外市场，对华出口养活了美国85.8万个本土职员。11月16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连维良在北京会见了艾伦和他率领的美企业代表团，团员包括埃克森美孚、波音、嘉吉、爱默生等美国巨头。艾伦表示，美企希望继续扩大对华投资。美国和中国之间拥有一个非常强大、对双方有利的经贸关系。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认为，中美元首会晤取得了合理的进展，表明这2个相互竞争的国家正在寻求缓解紧张局势。陆克文表示，如果说之前中美关系的热度系数在满分10分中为8分，那这次的中美元首会晤已经让这个系数降至7分。现在中美设立了一些双边机制，也许还能让这个系数多降一个档次。另一方面，美国政坛的一些势力仍不断给中美关系制造麻烦。近日，美国有参议员试图推动在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的最终版本中加入一项修正案，企图限制美国政府使用包含中国芯片的产品和服务。这项修正案遭到多个美国重要行业协会的联合反对。22号，由美国航空航天工业协会、汽车创新联盟、国防工业协会、无线通信和互联网协会、美国商会以及国家有线和电信协会组成的联合团体致信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信中强调，芯片无处不在，该修正案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信中还举例称，一家公司可能会因为咖啡机里使用相关芯片而受到影响。实际上，此前五角大楼就因 F-35隐形战机的一个油泵使用了中国产磁铁，而一度拒绝接收这款美军主力隐身战机，而约2个月后又不得不恢复接收。这种给企业产供链进行政治审查的做法，扰乱了美国企业的生产流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5号表示，国防授权法案本质上是美国国内立法，但是中方坚决反对美方借有关法案夹带通过涉华消息内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形成和发展是市场规律和企业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企业界的呼声表明，人为干扰、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得人心，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美方应当认真倾听客观理性的声音。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萨默斯19号警告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要在与中国竞争时专注提升自己，而不是攻击对手。
如果说拜登想在中美关系在对外政策上有所作为，这对拜登政府来说，它也是一个窗口期。那因为接下来2年，拜登他没有面临了这个选举这样的压力，可以更加的把这个精力呢集中在这个对外政策方面，把中美关系呢止跌回升，重新回到健康稳定的轨道来。这个不仅仅是有利于两国人民，对于拜登来说，他也可以在接下来留下他的这个外交政策遗产。距离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最终条款明年1月1日生效只剩下不到5周时间，这一充满着贸易保护主义的法案正受到来自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强硬回应。在众多欧洲企业迫于压力，纷纷将生产基地搬到美国的同时，一场美欧之间针锋相对的补贴竞赛即将展开。在特朗普下台后停战2年的美欧贸易战再度开打，双方的诸多分歧也随之摆上台面。22号，法德双方在巴黎召开联合发布会，共同表示欧洲应对华盛顿做出强硬回应，欧洲必须优先捍卫自己的利益。Le statu quo face à l'IRA est impossible. La guerre commerciale serait irresponsable. Donc nous devons trouver une réponse européenne robuste.Comme l'a indiqué. 据悉，欧盟将在下个月派遣工作组前往华盛顿，表达欧盟方面对于美方通胀削减法案的担忧与愤怒。此前的数周，欧盟早已就此与美国成立特别小组展开多轮扯皮，但双方分歧反而更加明显。欧盟方面强烈批评美方违背世贸组织规则。Avec des points très précis qui sont du reste de notre avis contraires aux règles de l'Organisation mondiale du commerce et donc ou bien ils vont les régler et on espère qu'ils vont les régler, donc c'est pour ça qu'il y a cette task force pour discuter, ou bien il faudra aller devant l'OMC et on va envisager évidemment des mesures de rétorsion. 今年8月，美国总统拜登签署了规模达4300亿美元的通胀削减法案，充满了浓重的美国优先主义色彩。事实上，经济学家认为，这个打着缓解通胀的法案对美国的通胀问题于事无补，反而将矛头指向了新能源以及高科技等领域的非美国本土制造业。例如，欧盟最为愤怒的是，美国通胀削减法案要求80%以上电动车电池的材料及制造必须在美国或美墨加协议之下完成，否则拒绝提供补贴，而每辆车的相关补贴则可高达7500美元。这一规定出台后，欧洲汽车产业界炸了锅。欧洲媒体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实际上是把对华贸易战复制粘贴在了盟友身上。据悉，欧盟也效仿美国，计划通过欧洲主权基金向欧洲企业提供大量补贴，以避免欧洲的支柱产业汽车制造轰然坍塌。在欧盟贸易部长会议期间，有欧洲媒体指出，美欧之间的补贴竞赛已经开始鸣枪。这一个多月的时间呢，实际上是进行磋商、达成妥协的一个窗口期。那不排除欧美呢在这个方面呢最终能够达成某种程度的妥协，特别是拜登政府呢在电车补贴方面呢做出适当的让步。那如果说双方又因为补贴问题打起了补贴战，那可能对这个双方的经济，特别是对美国经济和欧盟经济呢，可能会进一步雪上加霜，加剧他们经济衰退的可能性。此前，欧美之间在牛肉、钢铝、商业大飞机，也包括汽车制造业等产业领域进行过长期的补贴大战。德国财长近期就呼吁，美国应避免与盟友开打贸易战，否则将损害双方的关系。We should do everything we can to avoid a tit-for-tat scenario or even a trade war. We need more partner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Union, not less. 欧美许多经济界人士长期标榜反对补贴，认为这一机制扭曲市场。但是，当本国的优势产业面临强有力的竞争时，他们也纷纷推出自己的贸易补贴政策。事实上，欧洲企业目前正面临双重打击。一方面，俄乌冲突的持续引发欧洲持久的能源危机，欧洲能源价格高于美国，这让欧洲企业犹如在火上炙烤。美国企业甚至还在此期间把液化天然气以此前的5倍价格卖给欧洲。另一方面，通胀削减法案给予在美国本土生产的企业大量补贴，这挖走了欧洲的先进制造业。德国商报警告称，工业正逃出德国。目前，欧洲舆论非常担忧优势制造业整体转移至美国的趋势。例如，在美国高额补贴的诱惑下，大量欧洲车企出走。德国宝马宣布投资17亿美金扩建南卡罗来纳州斯帕坦堡的电动汽车工厂。法国汽车巨头斯特兰蒂斯打算在美国新建4座电动车工厂。大众汽车宣布扩大美国业务计划。
而化工巨头巴斯夫计划投资美国39亿欧元。全球最大的钢铁制造商之一安塞勒米塔尔近期宣布，由于电力成本飙升，该公司已关闭位于德国的2座工厂，将炼钢的高炉搬迁至美国。英国金融时报指出，拜登的补贴措施发出了危险信号，欧洲地区的投资大量流向美国，引发欧洲国家警惕。有欧盟官员抱怨称，欧洲本想秉持开放的贸易规则，而美国却让欧洲沦为了受害者，必将损害欧美之间的政治互信。实际上，受害者并不只有美国的欧洲盟友。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也将现代、起亚、日产等非美国车企排除在税收优惠政策之外，因为他们尚未在北美生产电动汽车。根据韩国汽车研究院21号发布的2023年汽车产业展望报告，受该法案影响，韩国汽车出口明年将减少约210万辆，降幅为 4.2%。同一天，韩国关税厅发布初步数据统计，今年韩国累计贸易逆差近400亿美元，为历年最高纪录。特别是韩国的优势出口项目半导体，更是罕见的连续3个月出口下降。韩联社11号报道指出，美国近期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都强调美国优先，这令作为美国经济盟友之一的韩国投资、人才、企业纷纷外流。目前，韩国政府已经通过包括领导人会谈、国际仲裁在内的各种方式，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和施压，要求对韩国产电动汽车在美国实施特例免除适用制度，但美国政府一直装聋作哑。美国的铁杆盟友日本也受不了了。本月5号，日本政府发出警告，称美国通胀削减法案中的电动汽车税收优惠政策，最终可能阻碍日本人进一步在美投资，并影响美国就业环境。日本政府称，获得税收优惠所要求的资格与日美跟盟友伙伴合作建立弹性供应链的共同政策不一致，而是美国为大腿的台湾蔡当局近期将护台神山台积电拱手让给美国，引发岛内舆论口诛笔伐。21号，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透露，继去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开工建造5纳米晶圆厂之后，明年将追加120亿美元建造3纳米晶圆厂。分析指出，虽然台积电的在美产能并不大，但全部投产后，有可能5纳米及以下的60%产能将留在美国。而这些芯片生产好之后，最终又要运回亚洲的电子设备终端制造工厂进行组装，实在是不符合商业规律的做法。此外，台媒曝光，下月初台积电的美国亚利桑那5纳米工厂将举行首批设备到场典礼，而在此之前，超过1000名台湾半导体工程技术专家已经举家搬迁至美国。台湾民众急声高呼，台积电要变美积电了，美国难保他日不对台积电进行去台化。近年来，韩国军工出口呈爆发式增长，今年出口额猛增至170亿美元。24号，韩国政府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军火出口。总统尹锡悦表示，要大力推动军工出口，力争2027年前成为世界第4大武器出口国。韩国军火出口猛增背后的政治和商业逻辑有哪些？商机背后又暗藏怎样的危机？来看报道。24号，尹锡悦在韩国代表性军工企业韩国航空宇宙产业公司的飞机组装厂主持召开他自5月上台以来的首次军工出口战略会议。尹锡悦表示，要推动韩国跻身全球军工强国。他进一步表示，军火出口将进一步巩固韩国与友邦的友谊，并决定将军工产业定位为国家先导产业，予以大力扶持。分析认为，制造家出口是汉江奇迹成功的根本原因。在美国强推制造业回流的当下，韩国车企和半导体产业纷纷出走美国，令尹锡悦政府不得不另辟蹊径。在2020年之前，韩国军工出口仅保持在年均30亿美元的规模，但在今年军工出口暴涨5-6倍，猛增到170亿美元，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韩国国防部表示，已经制定了将韩国军火的自研比重将扩大到10%以上的目标，还将以市场占有率突破5%为目标，力争到2027年跃升为仅次于美国、俄罗斯、法国的世界第4大军工出口国。未来，韩国将每年投入500亿韩元，培养3300名人才，打造军工产业生态体系。为实现销售目标，韩国政府将出台包括跨部门军工出口扶持体系、针对军工产业的出口支援项目、推动军民融合高质量发展等在内的多项计划。此外，韩国军方还将主导军火的售后服务，通过与买家军队举行联合演练等来促进销售，并对买家军队进行技术教育、做好示范工作等，来提高韩国军火的口碑。
韩国军工产业具有材料科学、电子科学以及造船等重工业体系的强力支撑，具有军火研发的系统性能力。韩国国防部表示，未来将人工智能、超高音速、合成生物学、无人自动化等8大核心技术方面与军火产业进行联合攻关。军工发展的迅猛主要是来自于国家对军工产业的支持，而且是各方面的这个支持投入，预算不断的加大。它的优势很大的程度就是来自于技术，它可以从美国或者先进国家里能拿到很多这个高精尖的技术的产品，而且它的这个因为低劳动成本，所以使得武器价格也比较便宜，也所以受到很多国家的青睐。值得关注的是韩国军工产业爆发式增长的背后原因。韩国媒体认为，自特朗普政府开始推动印太战略以来，韩国军火出口已经实现了6连涨。这显示韩国军工产业爆发具有与地缘政治之间的高度关联性。此外，由于韩国军火出口基数较小，其增幅惊人，远超世界头号军火贩子美国，目前在全球的销售占比已经升至 2.8%。分析指出，在俄乌冲突导致俄罗斯的武器出口能力下降之后，2022年韩国军火的全球市场份额突破 3%， 已成定局。事实上，韩国军火出口主要流向了美国盟友体系国家，尤其在受俄乌冲突影响很大的欧洲。继韩国此前同波兰签署30亿美元的 FA550 轻型战机出口合同后，今年8月，韩国又与波兰签署金额达 57.6 亿美元的 K2 黑豹坦克和 K9 自行榴弹炮第一阶段出口合同。韩国媒体当时报道称，这一合同的签订使韩国成为迄今为止唯一成功向北约国家出口武器的亚洲国家。而在过去5年间，韩国军舰出口额暴增 1660%。过去韩国军火出口的主力军是弹药零部件，实际上这一市场韩国的竞争力仍然很强。近日有媒体曝光，美国从韩国购买了10万枚155毫米口径炮弹来供应乌克兰战场。尤其是半岛的南北的这种竞争，武器的这种军备竞赛越来越这个激烈，所以使得它必须要掌握这种武器的多元化。尤其这次俄乌冲突，这个韩国积极的向乌克兰出售武器，也使它的这个武器更多的尖端化和这个多元化，这事反而刺激它的国防工业的发展。美国印太战略的推进、俄乌冲突的爆发、多国接连军演引发的紧张局势，极大推高了国际军火市场的需求。而美国强推脱钩断链，也扰乱了美国军工巨头的产供链，进一步扩大了韩国军火的市场空间。例如，全球最大军火商美国洛克希德马丁以及波音、雷神等公司都纷纷指出，短缺的零部件包括发动机、原材料和半导体，几乎是所有国防企业公司的核心部件，正增加供应商的现场人力，建立专家团队来解决整个行业的短缺问题。此外，疫情及其引发的物流混乱也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全球制造业的窘境。例如，世界第4大军工生产厂商诺斯罗普格鲁曼位于加州的工厂，负责建造 F-35战机的机身，但疫情导致进度缓慢。而韩国军火企业面临的问题没有美国企业严重，在此情况下，韩国企业便敏锐地受到了商机。在钢铁、造船、汽车、半导体等领域，韩国拥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而生产能力强、发货速度快，与美国武器兼容、性价比高，也是韩产武器吸引买家的重要因素。此外，冷战结束后，欧洲军事强国不再大量生产坦克、自行火炮等常规武器，但韩国为应对朝鲜，始终维持着大量生产这些武器的防卫产业体系。韩国日报注意到，韩国军火产销两旺的商机背后也伴随着危机。自去年以来，美国通过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实际上显示了对韩国在军工产业中使用芯片造成无形的压力，因为今日可以针对中国企业的各种禁令，未来一样可以用在韩国企业身上。三星、SK 海力士以及起亚被迫投资在美建厂，就是前车之鉴。而相较于中国完善的工业体系，韩国实际上对美国技术封锁，缺乏反制能力，许多军工产品的零部件高度依赖美国进口。韩国军事专家也承认，韩产军火使用了大量美国的配套系统，韩国只是一个系统集成商。一旦韩国军火出口能力强了，无疑是损害了美国军火商的利益，到时候美国必然不会放过韩国。它现在有2个瓶颈，一个就是它会引起这种老牌的俄罗斯、美国这种老牌的武器出口国家的紧张，第二也就是很多的高端的技术可能到了天花板，美国不愿意给这些高精尖的技术了，那它的武器还是受限的。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
韩国总统尹锡悦表示，将会让韩国成为全球第4大武器出口国。那么，您认为这种可能性大不大？我认为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要搞清楚全球军火市场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方向。而在了解现状与未来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要了解全球军火市场的过去。在我看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当前全球军火市场实际上是由美国人为的制造出来的。它以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和对美国顺从程度来划线，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人为的分裂成为了所谓的亲美阵营和非亲美阵营，并人为的挑唆两个阵营之间的矛盾，在亲美阵营之间制造恐怖气氛，并以此作为销售军火的理由。这就是美国几乎垄断了盟友之间军火贸易，并成为全球第1大军火商的原因。同时，美国还规定，所有亲美阵营的国家和地区都不得向所谓的非亲美阵营的国家和地区来销售武器。美国的划分实际上是也给俄罗斯军火制造商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而在美俄2大军火出口大国的碾压式竞争下，包括韩国在内的其余国家所占的市场份额其实是相当小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冷战和2大阵营的敌对是2战后刺激全球军火市场的最为主要原因。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东西方冷战的基本结束，以及国家与民族间侵略战争的进一步减少，近20-30年来，全球军火市场的热度是在相对下降的。不过这个趋势在近年来开始有了一些变化。那在您看来，是什么因素导致了全球军火市场的态势出现了逆转？这样的逆转又给韩国带来了什么样的机遇呢？我认为近年来全球军火市场出现逆转态势，也就是从全球冷战结束以后逐渐走下坡路到突然的大反弹，仍然是由美俄这2个大国所主导与控制的。一个方面，5-6年前奥巴马提出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主动挑起中日钓鱼岛、中国与个别东南亚国家的纠纷，再加上近年来特朗普与拜登总统主动挑起的对华新冷战，激化台海局势，引发印太地区各方纷纷扩军备战，甚至是在本区域内掀起了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对军火的需求增大，这就刺激了有能力的国家提高产能，不仅自产自销，也寻求赚外快。包括韩国、日本、澳大利亚以及相关的东南亚国家都已经在为此布局。另外一方面，俄乌冲突的突然发生，让整个欧洲以及俄罗斯周边的国家都陷入到了巨大的安全危机当中，也成为了刺激全球军火市场的兴奋剂。不仅刚刚从岁月静好中惊醒过来的德国列出了雄心勃勃的扩军备战计划，而且相关中东欧国家更是如饥似渴，到处求购武器。就连俄罗斯周边的那些加盟共和国也加入到了扩军备战的行列。然而，在全球军火市场需求出现爆炸式增长的同时，全球军火市场的供应量却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原本全球第2大军火出口国的俄罗斯，为了应对眼前战争的巨大消耗，不仅不再出口武器了，甚至还要向伊朗等国家来采购武器。而全球第1大军火出口国美国，也因为要向乌克兰援助武器的原因，产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供不应求。有些武器，美国甚至连应付乌克兰军队的日常消耗都已经捉襟见肘了，根本就无暇顾及其余的市场需求。我认为中短期内全球军火市场上出现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巨大落差，也为韩国雄心勃勃的军工产业计划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好的，谢谢刘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英国政府部门24号下令，以所谓安全考虑为由，在政府建筑中停用中国生产的监控摄像头。这是英国政府短期内第2次以安全为由打压中国企业。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方坚决反对一些人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无理打压中国企业。现任首相苏纳克上任后曾声称要与中国一道共同解决全球挑战，为何言行不一致？英国在对华关系上到底想打什么算盘？来看报道。
英国政府部门接获指示，停止在敏感地点安装中国企业海康威视或大华制造的监控摄像头。另有英国媒体报道，此前安装的摄像头不会被拆除，但禁止连上政府部门的核心网络，要求各部考虑予以撤换。分析认为，英国政府这一新规是对美国国防部此前推出的同类规定的亦步亦趋。只是目前英国政府财政面临严重的危机，因此改为不强迫拆除这些摄像头，以免被在野党攻击为浪费公帑。英国一家组织的统计显示，在该国73%的地方政府、57%的中学、60%的信托机构都使用了中国企业制造的摄像头。而在多家英国大学、警察部队、内政部和商务部等机构的大楼前，也有媒体拍摄到了中国企业生产的摄像头。对此，中国外交部回应表示，中方坚决反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无理打压中国企业。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有关动向。中国政府也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今年7月，67名英国国会议员向政府提议禁止使用2家中企的摄像头，理由十分荒唐。时任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在办公室偷情被拍下，并引咎辞职。英国政客认为此事与中国有联系，怀疑监控设备生产商被汉考克的政敌或中国势力收买。在这一怀疑指控毫无凭据的情况下，英国一些议员又抹黑称这2家中国公司的摄像头涉嫌侵犯人权。实际上，英国是摄像头大国。该国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过天眼计划，下令由监控摄像头覆盖英伦三岛的几乎全部公共场所，以威慑犯罪及提升警察办案效率。而被英方禁令影响的2家中企是国际安防市场的顶级企业，在英国和美国的市场上都处于主导地位。外界注意到，这已经不是英国近期第一次以所谓国家安全为由打压中国企业。上周，英国政府勒令中资公司文泰科技下属公司出售英国最大晶片厂纽波特晶圆制造厂至少86%的股权。英方给出的原因是该收购危及国家安全。对此，外界普遍深感震惊，因为距离该收购发生已过去1年多，且收购前已通过了2次安全审查，并未涉及所谓国家安全问题。英国政府这一命令也令外界对该国的营商环境及契约精神倍感质疑。英国和中国合作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就是它加紧了其实对中英在科技方面，特别是高科技领域合作的一个限制。其实最近几年英国推出的一系列法案，其实也有明显的这样考虑。实际上，英国政府出尔反尔，主要是赤裸裸为了讨好美国。美国媒体曝光，在英国政府做出针对中企的决定之前，美国方面人员曾进行游说，虽然并未明确指示英国撤销此次收购案，但是表示如果英国这样做的话会更好。外界注意到，在前不久的印尼巴厘岛 G20 峰会期间，英国政府对媒体放出风声，表示该国新任首相苏纳克将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见，但这场英方单方面宣布的外交活动并未举行。其后，唐宁街10号在其官方社交媒体账户宣布，会见因行程安排冲突而取消。苏纳克在G20峰会期间还对媒体声称，一旦台海有事，英国将驰援台湾。有观察就建议苏纳克要好好阅读中美元首会晤的新闻通稿。中方已经明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条红线也同样适用于英国。俄乌冲突持续超过8个月，引发的欧洲能源危机也没有出现丝毫能解决问题的苗头。24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欧盟正推进对俄第9轮制裁计划。欧洲能源恐怕将愈演愈烈，但在媒体层面，欧洲似乎出现了风向的变化。有当地媒体呼吁政府正视能源问题，并形容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是欧洲戒不掉的习惯。深圳卫视注意到，欧盟推出的前8轮对俄制裁措施都遭到了俄方针锋相对的回击。24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透露，欧盟正在全力制定的第9轮制裁方案，目标是努力打击俄罗斯的痛处，进一步削弱其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的能力。但关于新一轮制裁的具体细节，冯德莱恩并未透露。值得注意的是，在北溪管道被炸毁之后，目前俄罗斯通过唯一尚能运作的苏兹哈天然气泵站过境乌克兰，向欧洲销售天然气。外界认为，22号欧盟委员会提出有关天然气限价的新方案，或许是第9轮对俄制裁方案的内容之一。
在欧委会宣布将推出针对俄罗斯的新一轮制裁之后，俄系公司宣布将于本月28号开始减少最后一条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的输气量。受此影响，欧洲天然气期货价格上涨超6%，达到127欧元每兆瓦时。实际上，俄罗斯售卖给欧洲的天然气价格十分便宜，仅是今年某些月份美国协卖给欧洲天然气价格的1/5。欧洲本地媒体披露，欧委会的方案建议将欧盟天然气价格上限设置为每兆瓦时275欧元，约合人民币2019元。而目前俄罗斯卖给欧洲的气价不到这个价格的一半，但由于打着制裁的名义，仍遭到了俄方的反制。另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欧盟所有27个成员国代表曾彻夜开会讨论，试图就限价一事敲定最后细节，但内部分歧严重，这场马拉松式的讨论会没有达成一致。据悉，欧盟各国能源部长将于12月上旬继续讨论。捷克方面透露了这次闭门会议的一些细节。The discussion was quite heated, and you all know that there are very divergent views on the level of cap proposed by the Commission.But this was an opening debate which would serve as a starting point for the agreement we want to reach in December. 据报道，乌克兰和波兰等国要求压低价格上限，以打击俄罗斯的收入。但希腊和塞浦路斯等国则认为，限价会对当地的海事产业造成严重打击，要求调高上限价格。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主要经济体则表示，应该对价格机制弹性处理，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Wir haben von sehr vielen Experten aus sehr unterschiedlichen Staaten viel Kritik an einem zu simplen Preiscap gehört. Denn wenn ich den Preis zu sehr cappe, dann habe ich kein Angebot mehr. Wenn ich kein Angebot mehr habe, habe ich auch kein Gas mehr. Dann habe ich das Problem auch nicht gelöst. 美国政治新闻网直言，俄罗斯的液化天然气成了欧洲戒不掉的习惯。正在推动欧盟全面禁运俄化石燃料的乌克兰运动组织“我们站在一起”的负责人斯威特拉纳·罗曼科表示，虽然欧盟在制裁和禁运方面说得很严厉，但现实是在减少液化天然气进口方面仍下不了狠手。戒不掉的习惯什么意思？就是欧洲他知道他非常依赖于外部市场，尤其是能源市场他不从俄罗斯进口，那就必须从其他的国家的一些进口，那个就必须增加成本。你是舍近求远嘛，舍固定的管道去求一个海上或者这种不确定性的供需渠道，那么大家是这样，长期上是受不了的。第二个来讲呢，就是他戒不掉对俄罗斯的这个依赖的话，实际上不光是能源，俄罗斯是你的邻居，你也无法搬走，所以最重要安全呢，还有包括一种欧洲的未来，还是要跟俄罗斯达成一定的妥协和共识。所以我觉得这是俄罗斯呢它的重要的底气之所在。观察认为，对俄罗斯能源实施限价或引发连锁反应。海湾主要产油国也担心，有朝一日这一招会被用在自己身上。这或许是近期欧美多国领导人赴沙特等国施压，要求欧佩克增产来降低油价却无功而返的主要原因。而油价不降，欧美的高通胀，尤其是欧洲的企业外流就无法消停。而另一方面，数据显示，欧美发起的对俄制裁正在事实上被打破。美国《华尔街日报》21号报道称，虽然贸易数据显示，截至今年第2季度，全球多数发达经济体的对俄出口锐减50%以上，但如今许多这些国家的对俄贸易正在恢复，其中不少是美国的盟友。在遭受能源危机直接影响的欧洲，随着冬季的到来，民众的怒火也被点燃。有意大利媒体指出，美国的政策并不总是符合欧洲的最佳利益，有时甚至损害这些利益，同时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和危险。美国的多重误判正给欧洲大部分人带来集体痛苦，欧洲正为美国的短视和过度自信付出沉重代价。I paesi che stanno pagando di più sono proprio i paesi dell'Unione Europea, dalla Francia fino ad arrivare all'Ungheria. E l'unico paese che guadagna in termini economici diretti sono gli Stati Uniti. Quindi questa crisi, ancora una volta, si capisce che non ci deve riguardare perché non ne abbiamo alcun beneficio a partecipare al conflitto, quando invece il nostro alleato principale non ci tutela e segue soltanto i propri interessi。那么现在看得很清楚，欧洲大国，尤其像法国为代表的都感觉到美国在拱火俄罗斯，俄乌冲突实际上都为自己捞好处那很清楚的，因为这个美国这种所谓的烟气革命以后它成为能源的这个最大的出口国它现在跟沙特的矛盾也明显了，那么它现在也趁机呢让俄罗斯受到制裁，跟所谓的欧洲跟俄罗斯的能源脱钩。经济脱钩，
然后美国呢趁机来卖更多的这个武器和能源给欧洲，甚至把资本呢和产业机会回流到美国。欧洲的这个未来呢岌岌可危，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美国把它掏空了，很大程度上现在很多欧洲有识之士纷纷的感慨，所以呢需要战略自主、任重而道远。